Hello，大家好，我是议员。今天我们来说一下1875与2489的黄庭之战。但这边我要说实话，那其实他们在早期的战斗我是完全没有观战的，因为在早期960的 KVK 正在进行，所以我唯一有观战的时候就是在他们黄庭的时候。也因为他们这个地图上的王国比较多的关系，所以我会以阵营的名字来称呼。能够知道的就是火跟土阵营合作，风跟水阵营合作。火阵营就是由1875作为代表，水阵营就是由2489作为代表。那么在黄庭开放的时候，可以发现到1875其实跟他们的盟友没有调换位置，2489也是如此。所以也就是说，现在你们画面上看到深蓝色的颜色就是1875，也就是火阵营。然后黄色就是2489，也就是风阵营。那他们决定不跟盟友替换也算是正常的，多数的先锋王国都会想要把一些比较弱的王国先赶出黄庭。虽然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是打算这样子做。那我们先看左边火阵营跟水阵营的情况。火阵营虽然他们的旗帜是比较多一点点，就是你们可以看到火阵营它深蓝色的旗帜是已经走到紫色的区域去了，那紫色的区域呢是没有办法去碰到黄庭的，只能从下面去碰到。所以在左手边火阵营会比较占优势，但是到了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的旗帜很猖狂，直接超过了一半的领土。黄色的旗帜就是风阵营，也就是2489。那说实话，虽然2489也是有领土优势，但是以这边的方向来看，其实双方的领土应该要各自拿一半才对。但也因为土阵营没有办法阻挡2489的进攻，就变成说他们的旗帜一直往后撤，而且他们的门口前面有一些阻挡。我们也可以看到风阵营的建造旗帜速度是非常快的，都已经越过黄庭上面了。就连其他的阵营都没有办法这么快，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情况呢？在我观战他们的 KVK 时，我发现到门口拿下最快的就是2489，再来才到1875，但是1875比2489的时间慢了大概接近8秒左右，接着才到水阵营和土阵营。这样你们就应该可以理解为什么就算土阵营他们的领土有翻墙优势，但是他们拿到的旗帜还是特别少的原因。2489拿下关卡的速度比较快呢，这个也算意料之中的事情啊，因为就连960与2377的战斗之中，960的速度都是比2377还要稍微慢了几秒。2489和2377两个都是越南王国，而且他们会互相交流，所以有可能给了一些打关卡速度比较快的方法。所以才会看到为什么2489拿下关卡的速度这么快，为什么他们建造旗帜的速度这么快的原因。又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看黄庭的领土，蓝色的旗帜只有一部分碰到了圣城，其余都是由水阵营和风阵营占领。然而土阵营是已经被逼到一个角落上面去了，但是这时你们可以注意看，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红点，那其实这个是新的要塞，是由土阵营他们落下的要塞。因为以右手边的情况来看呢，其实2489也就是风阵营他们很快就会拿下土阵营的门口，所以土阵营他们必须要想一个后备方案。当双方的基础旗帜建到差不多的时候，开始扩大领土，同时也是开始进攻和防守了。这个画面差不多是我第一天看到的情况。那说实在的，在第一天的时候我就已经断定说他们应该撑不过第二天，没有想到第二天他们还在继续。现在画面上所显示的就是第二天的画面，我并没有直播，因为我以为他们已经 BBQ 了，没有想到他们依然还在坚守。那你们可以从领土上面看到，有一半的旗帜几乎都是黄色的，也就是风阵营2489的领土。至于紫色的旗帜，可以明显看到比起昨天呢是少了很多的，虽然他们还是留在黄庭里面。不过至少我们可以知道1875他们是真的有在努力推旗帜的，只是推进的速度没有2489来得快。那其实画面上你们只是看到蓝色的旗帜，但蓝色有分成深蓝色跟浅蓝色，浅蓝色依然还是他们的盟友土阵营，然后深蓝色就是1875火阵营。这两个阵营在黄庭里面共用了1/4的领土而已，剩下的领土全部都是来自2489与他们的盟友。但是就算情况变成这样子呢，也不太乐观了，因为你们可以发现到深蓝色跟浅蓝色他们的位置呢是有一点互相交融的吧，就变成说1875除了要兼顾左下方之外，他们还要兼顾上面的旗帜，就变成说原本他们下面已经把水阵营推掉的领土又被反推回去了，他们受到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一点，他们要顾及两边的领土。所以后来1875他们做出了另外一个决定，就是放手让上面的领土由他们的盟友土阵营去接管。
然后下面就由他们自己来接管。但是你们可以明显看到紫色的领土已经反推很多了，1875的领土在逐渐的缩水，就连1/4的领土也不到了。以画面来看的话，只剩下1/5的领土而已。那以现在的画面来看，我相信大多数玩家都会觉得说，哦，他们明天肯定完蛋了。我也是这么想，大多数玩家也是这么想。谁知道呢？在第2天的时候，他们又把领土反推回去了，而且他们又替换了位置。那原本上面的方向呢，是交给他们的盟友土正宁去接管了，但是现在变成火正宁1875。这下面的路线就交给他们的盟友土正宁，并且土正宁其实已经到达对方的关卡。那你们可以看到左手边这个方向。同时他们也是在进攻着2489，也就是风阵营还有水阵营的旗帜，甚至土阵营是已经成功的拿下水阵营的关卡。那当我以为1875有可能可以反转成功，有可能可以获胜的时候，反转又来了。在第2天，他们的领土又消失了一大半，已经是被烧到差不多了。因为在上一张图片呢，其实那个时间点已经是到了阿拉伯他们的活跃时间，没有想到反而他们是被推回去了。这真的没有想到他们撤退的如此之快，领土消失的这么快。不过消失快也算是正常，因为你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有不少失效的旗帜，也就等于说2489与他们的盟友是选择用切掉旗帜的方法去切掉他们了。因为他们要防守的位置太多，然后2489和他们的盟友可以选择多方向去进攻。只要他们的玩家不够活跃，人数不够多的话，其实也很难守。而且在黄庭战斗了大概4天左右，双方的资源加速其实耗光的差不多了。毕竟各位也知道，现在资源加速消耗的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看到的画面呢，就是已经经过了整整4天的画面，是已经完全没有火阵营与土阵营的旗帜在黄庭里面了。虽然我是看到有不少的玩家都在讨论这1875还有2489哪一个王国更加糟糕，哪一个王国更喜欢欺负弱小的 A 王国，但是我不得不说啦，其实双方都很努力了。像是1875，以刚刚的地图情况你们来看，我相信大多数王国应该都会选择撤退了吧，因为剩下1/5的领土，你的玩家没有办法全部牵扯进来，而且你要多方面的去防守，都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了。但他们还是坚持战斗。至于2489，很多玩家都说，哎呀，他们比较强，他们的盟友比较强。但是我发现到一个共同点，就是2489他们所使用的策略其实跟2377差不多，就是他们会养精蓄锐，在同一个时间点，大家一起上线，全力进攻敌方的旗帜，也在同一个时间建造大量的旗帜，让对方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也可以迅速的把敌方的旗帜全部烧掉。所以如果是以整天来看的话，那确实2489他们活跃的时间不算是特别长，但是他们的策略会比较有效率。而且1875其实也不是软柿子啊，2489要打他们也不简单，毕竟你们也可以看到1875他们坚守的蛮久的。至于盟友方面，你们可以看到水阵营啊，就算1875进攻非常强势，但是水阵营依然坚守在左下角的位置，虽然旗帜有稍微变少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往回拉一点。这一土阵营呢，说实话在这一场 KVK 的表现确实不是很好了，但他不是我的盟友，我也不好说什么东西，有可能他们在背后付出了很多努力。但说实话，这一场 KVK 的精彩程度真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很多。以上就是本期内容，那今天的影片呢，我只是根据地图来做一些说明，但是详细的内容我就没有办法说了，毕竟我没有参与这一次的战斗。如果有哪一些错误或者是想要补充的地方，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